我是瓜皮儿，绿箭侠炼狱岛前情提要。炼狱岛上拥有一种神奇的血清，二战时留下来的米拉库鲁。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甲之蜜糖，乙之砒霜。米拉库鲁的效果因人而异，成功则变得力大无穷，快速愈合伤口，失败则暴毙。艾沃的军队为了得到血清，枪杀了小东。斯莱德在临死前使用了米拉库鲁，人虽然活了过来，但却性情大变，和奥利弗一起筹备对艾沃的复仇计划。等斯莱德听说小东的死，奥利弗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时，昔日兄弟反目成仇。奥利弗最终痛下杀手，一剑刺穿了斯莱德的右眼，把所有情谊埋葬进了大海。再次醒来，已经被天眼会的扛把子阿曼达接到了香港，开始一段新的旅程。奥利弗一直在尝试脱离阿曼达的掌控，一路冲到网吧，发了封求救邮件，被紧追而来的打手马西奥干晕带回了阿曼达面前。阿曼达把奥利弗从炼狱岛的海里拉出来，全是因为奥利弗有用武之地，而且全世界都知道花花公子奥利弗死了，用他干点偷鸡摸狗的事儿再适合不过了。不过奥利弗拒绝合作，下场就是被痛扁。再次醒来，奥利弗被接到了马西奥的家里，马西奥的妻子塔苏为奥利弗包扎伤口。马西奥这样做是因为阿曼达开始威胁自己的妻女，如果奥利弗跑了，他们全家都会丧命，这让他们两个人别无选择。阿曼达给奥利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刺杀目标。等奥利弗透过八倍镜看清楚来人之后，立刻放弃了行动，因为目标正是自己的发小汤米，而这并不是巧合。奥利弗试图给家里发邮件的时候，就启动了异地登录警报。为了找到好兄弟，汤米不远万里来到了香港，寻找奥利弗的下落。可奥利弗已经是死人了，阿曼达绝对不允许汤米坏了自己的好事。想要不刺杀汤米，还得过了阿曼达这关，显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为了保住双方的性命，马西奥出了个主意。汤米这边的确是根据邮箱来到了香港，他也不确定奥利弗是不是活着，但凡有一丝希望，他都不会错过。奥利弗当天就绑架了汤米，自己也提前报了警。奥利弗警告汤米不要再来香港寻找奥利弗的下落，你爹梅林来了也没用。奥利弗狠下心告诉好兄弟汤米，奥利弗已经死了。说完转身离开，伪装成警察的马西奥接走了汤米。这个计划成功保全了汤米的性命。接下来的日子，奥利弗和马西奥一起替阿曼达解决威胁。奥利弗熟练的一刀带走了目标，拿走了 U 盘，甚至都不知道阿曼达为何要男人的命。奥利弗每天住在马西奥的家里，塔苏都有了意见，可为了保住性命，不连累马西奥一家，奥利弗只能如此。奥利弗不想再当无头苍蝇了，他哄骗马西奥儿子少夫把电脑借自己玩玩，插上 U 盘后一眼就愣住了。炼狱岛的事儿，阿曼达是幕后黑手。奥利弗当面质问阿曼达，当初爱德华要轰炸的客机就是你指使的吧？其实从奥利弗登陆炼狱开始，阿曼达就发现了他，在确定奥利弗有用武之地后才出手救了他。现在阿曼达要干掉一切对炼狱岛知情的人。白天的男人就是开胃菜，奥利弗也不是吃醋的， U 盘在自己手里，动手就能让各大网红和记者相继转发里面的内容，有钱就是能为所欲为啊。阿曼达这才感觉到了威胁，其实他叫爱德华轰炸飞机的目的很简单，就是为了干掉其中一名乘客钱纳威。天眼会追杀数年的黑王女老大，唯一一次刺杀机会还被奥利弗意外搅黄了。现在钱纳威已达香港，这次机不可失。奥利弗和马西奥几个小时一直在等钱纳威的线人，对方东碰西撞，试图躲避奥利弗的追击，却在踏出胡同的瞬间车祸身亡。随身携带的线索也早已消失，奥利弗根本没看见他有藏东西的动作。回到住处，集中精神思考了很久都没有头绪。马西奥知道塔苏有办法，虽然塔苏很不待见这个外国室友，可不完成任务，全家都可能被阿曼达下黑手。塔苏有一种方法可以唤醒人们深处的记忆，普遍情况下，人们所看到的、所听到的，远比想象中的要多得多，但这需要完全静下心来，把大脑无暇顾及的潜意识释放出来。塔苏点燃一支蜡烛，开始引导奥利弗冥想，白天的回忆开始浮现。最终，奥利弗想起了线索掉落的位置，和马西奥原路返回，找到了一张照片。这是一种隐蔽的传递手法，隐写术，将信息隐藏在另一个信息当中。答案是联络李宽辉，找到他也许就能找到钱纳威。眼下麻烦虽然解决了，塔苏却依然不待见奥利弗。蜡烛冥想是生活所迫才选择帮助。马小准备去码头找线人调查李宽辉，奥利弗留在家里洗衣服，1个小时后他就回来，直到晚上马小都没有消息，电话也打不通。塔苏怀疑丈夫出事了，奥利弗拉着他直奔码头，等待期间两人有一句没一句的聊了起来。奥利弗也刚了解了马小夫妻俩来自日本，得罪了一些不该得罪的人，才逃到了中国。抬眼望去，码头已经被森和会的死敌舒刚霸占了。
想找到马西奥的下落还得亲自问问。奥利弗到场就被暴打一顿，塔苏熟练地运用武士刀杀死了所有打手，逼问舒刚马西奥的下落，却得知有3位来自天野会的特工今晚被三合会杀害了。他们不知道怎么开口告诉少夫父亲遇难了，可回家打开门发现马西奥正和儿子玩耍呢，这一切都是误会。3位特工遇难时，阿曼达就下令让马西奥提前回家了。看着别人一家团聚，奥利弗识趣地跑去洗衣服。第二天，奥利弗被阿曼达单独叫出来执行任务，他们活捉了外号炸弹专家的嫌疑人。城市里某处安放了炸弹，阿曼达希望奥利弗能折磨他问出具体位置，为此阿曼达还把炼狱岛上的工具拿了过来。奥利弗虽然杀人如麻，但严刑逼供这种事儿还没干过，手里的弓箭一直在颤抖，最终因为不够狠心错过了时间，城市中升起一团蘑菇云，爆炸导致无辜百姓伤亡，这些人命奥利弗有一半责任。为了杜绝这样的情况再次发生，阿曼达要教会奥利弗拷问这门艺术的技巧。没几天，阿曼达就活捉了李宽辉，用他来给奥利弗试试手，能不能问出钱纳威的下落，就看奥利弗的拷问技术了。严刑拷打之后，奥利弗回到了马西奥的家里。城市中有一家生物研究院，因为技术失误导致研究的抗体变成病毒，代号欧米伽，一小瓶就能毒死一座城市。钱纳威的目的是拿到欧米伽，两人打算先前一步拿到欧米伽，分头行动寻找欧米伽的下落。可惜他们来晚了一步，欧米伽已经被钱纳威的人带走了。他们埋伏了监控里的男人，男人浑身上下嘴是最硬的，在奥利弗的弓箭折磨下，几分钟就坦白从宽了。男人表示自己根本不记得当天发生了什么，就好像被人洗脑了。这种东西马西奥略有耳闻，一种罕见的药物叫做凡土拉，一旦服下就极容易被人左右思想，而且被使用者很快就会忘记当时发生了什么。两个人到头来白忙活一场，还有可能引来杀身之祸。钱纳威突袭了家中的塔苏母子，塔苏手里的武士刀也不是闹着玩的，两个女人当时就砍了起来。等奥利弗和马西奥赶回家中时，妻子已经不见踪迹，只有儿子侥幸活了下来。眼下这种情况不是他们两个能解决的了，阿曼达是唯一有实力的帮手，而他也告诉奥利弗，欧米伽其实并不完善，还需要掺入另一种物质阿尔法才能变成致命的毒药。可惜这种东西在军方手里，阿曼达让他们俩带人去偷阿尔法，完成任务后再想办法营救塔苏。这是个无法拒绝的交易，潜入军方基地后必须尽快得手，一旦被抓住，阿曼达想必是不会来赎人的。而且马西奥心里跟明镜似的，就算完成任务，阿曼达也不会浪费资源去营救塔苏。可如果不完成任务，两个人也会丢了性命。奥利弗很快找到了阿尔法，随之而来的是敌人碾压的火力。想得到阿尔法的人还有钱纳威的三合会。在交火中找到空隙，奥利弗优先带着阿尔法离开战场，随后牺牲了数名特工后，马西奥也逃了出来。而奥利弗却选择了放了手无寸铁的敌人一命，把阿尔法交给了阿曼达。奥利弗这才告诉马西奥，自己偷偷在敌人身上放了追踪器，这是他们救回塔苏的唯一办法。这个恩情，马西奥将来肯定会偿还奥利弗。跟着追踪器，两个人到了一家酒吧，四处都是三合会的人，刚进门就被抓了个正着。钱纳威把他们叫到了面前，马西奥早就在背地里联系了钱纳威，用阿尔法换塔苏的命。奥利弗说什么也已经晚了，等钱纳威发现阿尔法是假的，直接派所有人刺杀3人。这群弱不禁风的黑帮打手被碰一下就倒地不起，奥利弗3人杀出一条血路，逃出了酒吧。等一家人重新团聚，奥利弗和马西奥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。可阿尔法是假的，就连马西奥都没有想到，两个人在背地里肯定是被阿曼达摆了一道。在马西奥的心里，为了自己的家人，他可以不顾万千人的生命安全，这是他唯一的私心。也因为这次冒险，奥利弗和塔苏尴尬的关系有了缓解，事情已经败露了，他们必须尽快离开香港，逃离阿曼达的控制。只要奥利弗联系上家人，财团加舆论的压力会让阿曼达无从下手，富二代奥利弗才能安全回家。奥利弗立马给家里打了个求救电话，可这种情况下，老妈的电话居然只能留言。奥利弗兴奋地告诉老妈自己还活着，期待回家团聚，转眼就被阿曼达的人盯上，电晕带了回去。一通水遁逼供，想从奥利弗嘴里套出马西奥夫妇的下落，就连奥利弗刚刚的留言都被阿曼达彻底清除了。阿曼达一直在监视奥利弗的家人，妹妹西亚在奥利弗死后不久就染上了不干净的东西，如果奥利弗不知好歹的话，阿曼达动手就能让奥利弗一家人消失。为了保护妹妹和妈妈，奥利弗不得不出卖了马小。没多久，马小就被抓到了奥利弗面前。对于奥利弗的出卖，马小并没有责怪，因为他早就料到阿曼达的无耻，所以故意告诉了奥利弗假消息。自己被抓住并不是阿曼达手下多厉害，而是特意回来跟奥利弗共患难的。特工们一顿暴打，两个人当场昏迷。
再次醒来是在阿曼达的车上，钱纳威离开了香港，逃到了星城，而他们此行的目的地就是奥利弗的家乡星城。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